钱可以买到房子，但是买不到家；可以买到婚姻，但是买不到爱情。你有没有想过，在金钱这件事情上，你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也许你刷 Instagram 的时候，看到有人晒新车、名牌衣服，或者去一些你连名字都念不出的度假胜地，你心里会想：我是穷吗？我是中产？我还是算富有？但事实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些词在具体的数字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整天挂在嘴边，有钱人、中产、穷人。可如果我现在问你，到底多少净资产才算中产，多少才算富有，你能说得出来吗？很可能你只是凭感觉猜，而且很可能还猜错了。这不是你的错，我们生活在一个刻意让这些数字变得模糊不清的世界里。社交媒体给你看的是一种财富版本，电影和电视剧又给你看的是另一种，而现实世界的数字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可能会让你震惊，也可能会让你安心，也有可能把你彻底敲醒，从此改变你看待金钱的方式。因为今天我们要真正揭开数字的谜团，到底多少净资产才会让你落在穷人这一档，多少属于中间层，多少才算有钱人。而且别以为这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知道这些数字其实可以成为你财务人生的路线图。想象一下，你想减肥却从来不敢站上体重秤，你想提高成绩却不知道全班平均分是多少，连个目标都没有，何谈做出改变？钱也是一样，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相对于别人到底在哪个位置，你又怎么可能做出聪明的消费、储蓄和投资决定？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搞清楚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也欢迎在评论区先猜一猜你自己在哪一档。那我们就开始吧。在拆分阶层之前，我们先把一个概念讲清楚：净资产 （net worth） 到底是什么？其实也非常简单，你的净资产等于你拥有的一切资产减去你欠下的所有债务。如果你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包括房子、车、投资、储蓄，甚至包括家里的家具、电器这些东西等等，再减去所有负债，包括房贷、车贷、助学贷款、信用卡欠债等等，最后剩下的那个数字就是你的净资产。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数字是正的，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个数字可能是负的，而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真正处在什么位置。接下来就有意思了，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每隔几年就会发布一次数据，里面有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和平均数，这些数字描绘出的现实图景和大多数人脑子里边的印象差距非常大。根据最近一次的调查，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大概是19.3万美金，也就是说一半家庭低于这个数，一半高于这个数字。但与此同时，平均净资产却超过100万美元。为什么平均数会是中位数的5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最顶端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掌握的财富实在是太多了，把整个人群的平均值硬生生的就拉高了。就好像一场聚会里边，一半以上的人身高都不到1.7米，突然来了几个人身高2.4米，瞬间整个房间的平均身高都被拉得很高。但绝大多数人其实还是正常身高，财富在美国就是这样运作的。好，我们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从底部开始来看各个阶层。准备好，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并不属于你以为的那一档。第一层，底层阶级，有时候也会被叫做贫困阶层，净资产大概在0到17000美元之间。这一档的净资产中位数大约是6000美元。仔细想想，6000美元是什么概念？比一辆二手车的价格还少，甚至比有些家庭一次旅行的花费还少。但要记住，落在这一档的人并不都是注定失败的人生。比如一个22岁刚毕业的年轻人，有学生贷款，没有什么资产，从净资产的角度来看，他很可能就在这一档。但也许他已经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只是暂时还没有体现到资产上。又比如一个刚离婚的父母，资产刚分割完，在某个时间点上也可能短暂落入这一档。净资产是会随着人生事件而剧烈波动的，但整体来看，这一层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往往月光甚至是负债的生活，没有应急储蓄，一旦遇到意外支出，就只能靠发薪日贷款 （payday loans） 或者信用卡高利息硬扛。非常残酷的一点是，当你越穷，
一切东西反而变得越贵。你不能批量囤货，拿不到批发价；你没有好的信用，拿不到最优的利率；你办很多服务还要先交押金和各种手续费。做穷人其实是很昂贵的。第二层，低端中产 （Lower Middle Class）。这一层的净资产大约是在$17,000到$43,000之间，其中的中位数大约是$27,000。这一群人往往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也许有一辆普通的车，可能刚刚有一点退休账户余额，甚至在某些地区有一套小房子，但是他们依然非常脆弱。一次失业，一次严重的疾病或是医疗意外，就足以可以把他们打回起点。他们常常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收入高到拿不到政府的很多补助，又低到自己并不真正安全，每一笔钱都要算得很精细，因为一旦出错，他们没有缓冲垫可以托底。第三层，我们最熟悉的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大多数人口中所说的中产，大概对应的就是这一档，净资产在$58,000到$169,000之间，中位数大约是$145,000。这些家庭通常已经实现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稳定，拥有自住房，至少付了一部分首付，有一些退休账户余额，偶尔可以出去度个假，突发情况来了，咬咬牙还可以扛一扛。但这一档内部的差距也很大，靠近下线的人依然会觉得日子紧绷，靠近上线的人则会感觉相对舒服一些。他们的共同点是平衡，他们不再每个月都被账单追着跑，但也远远谈不上财务自由。他们仍然需要做预算、提前规划，担心大学学费、退休金、医疗费用这些大坑等等。在继续往上爬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富人从多少开始算？100万、200万还是1000万？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真实数字可能会让你有点震惊。第四层，上中产阶级 （Upper Middle Class）。要进入这一组，你的净资产大概需要在5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从这个阶段开始，很多人会开始感觉自己有点钱了，即便是按某些严格的定义，他们还不算是真正的富豪。这一类人通常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成功的中小企业主等等。他们住在还不错的小区，孩子上的是还不错的学校，退休储蓄进展良好，还能比较积极的往投资账户里边狠狠的砸钱。但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是，这一类人里面有很多人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有钱。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常见的陷阱：生活方式膨胀 （lifestyle inflation）。随着收入往上走，他们的支出也一路跟着膨胀。原本普通的小房子换成更大更贵的房子，原来的二手车换成豪华 SUV， 原本偶尔出去吃顿饭变成了每周都精选餐厅。到最后，他们的收入可能已经是过去的2-3倍，但焦虑感一点没少，甚至有些人压力更大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外表看起来是人生赢家，但他们的财富积累远远低于本可以达到的水平。好了，第5层，很多人梦想的上层阶级 （Upper Class）， 这一档大概是从净资产260万美元左右往上开始算。不过先说清楚，就算在这里边，也还是有很多层次的。净资产260万的人，从任何正常标准看都已经很富有了，但他们可能仍然在工作，依然做预算，依然在做各种取舍。但如果你跨进了前1%，画面就立刻不一样了。要进入这个俱乐部，你大概需要达到600万到1200万美元的净资产。当然，具体数字取决于不同的统计途径。一旦进入这一档，你的钱往往每年的增值部分就已经超过了许多人辛苦1年的工作收入。但这还不是最顶端。根据最新的数据，真正的顶尖，也就是前0.1%，大概要从2600万美元左右的净资产才开始算。这一群人有私人飞机，有好几处豪宅、度假屋，投资了一堆你可能都没听说过的公司。他们能接触到的是私募、对冲基金，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碰到的投资机会。他们的钱不再只是替他们工作，而是在不断打造一个又一个钱生钱的帝国。在你开始觉得有点沮丧之前，我要提醒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些阶层永远不是永久锁死的，人们在不同的财富层级之间是会不断的上下移动的。一个20多岁净资产为负的人，
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到50多岁时，完全可能成为千万级资产的家庭。同样的，一个很高净资产，也可能因为一连串的冲动或者愚蠢的决定而把资产就消失了。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现在在哪一格，而是你的行为模式。比如你是否持续花的钱少于自己赚的钱，是否持续投资，是否避免生活方式不断升级，是否在机会出现的时候能抓得住。还有一点你要记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同样是200万美元的净资产，在一个小镇，你可能会被当成当地的贵族，但在曼哈顿或者旧金山，这点钱可能也就勉强供得起一套公寓和一般的舒适生活。在西弗吉尼亚州，年收入40万美元可以让你进入前1%，但在康涅狄格州，你可能需要超过100万美元的年收入才勉强能够得上这个门槛。你住在哪里会完全改变有钱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从穷到中产到富有大致对应的是怎样的净资产范围。真正的问题那就变成这些数字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想象这样的2个家庭，他们的净资产一模一样，但生活却完全不一样。一个在堪萨斯州的家庭净资产是60万美元，他们可能住在一套已经还清贷款的房子里边，开着可靠的车，能按计划去旅行，真心觉得自己过得还挺富足的。另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家庭，同样是60万美元的净资产，却可能还在租房，被育儿成本压得喘不过气，天天为钱发愁。数字一样，生活却天差地别。这就是大多数人说到净资产时所忽略的部分。关键不是那个数字本身，而是这个数字在你所在的地方究竟能买到怎样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比较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很多上中产 upper middle class 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很穷，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穷，而是因为他们一直拿自己去对比更有钱的人。一个拥有200万美元净资产的人，在自己本来的圈子里可能感觉很好，但当他经常出入的环境大家都是1000万甚至更多的净资产时，他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很落后。但同样是200万，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社交圈，周围人的净资产都远低于他，他就立刻会觉得自己像皇帝一样。钱是数字，但财富是一种视角。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个让很多人永远爬不上更高财富等级的最大陷阱之一：生活方式膨胀 （lifestyle inflation）。刚刚我们提到过这一点，但这件事情值得单独展开说。想象一下，你现在一年赚5万美元，住的是普通公寓，开的是旧车，大多数时候在家做饭。有一天你升职了，收入涨到了8万美元，大多数人会怎么做？搬到更好的公寓，换一辆更新的车，更频繁的在外面吃饭。结果就是加薪带来的额外收入完全被新的生活方式给吃掉了。过几年收入涨到了15万美元，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公寓变成了独栋房子，车升级为豪华品牌，度假方式越来越贵，但你的主观感受仍然可能是怎么还是觉得自己才刚刚够用。这就是生活方式膨胀的本质，它看起来像是你在进步，但实际上它把你牢牢地困住。你的收入在涨，你的财富并没有真正的增长，你只是在制造更多的账单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高收入的人群并不觉得自己有钱，因为他们的钱并没有被用来建立净资产，而只是用来支撑更贵的生活方式。反过来，那些能够真正突破阶层的人，懂得一个简单但非常反人性的道理：财富不是取决于你赚多少，而是取决于你留下多少。Wealth is the money you don't spend， 这也是经典书籍《金钱心理学》的核心观点之一。一个医生一年赚30万美元，却花掉了29万，而一个老师一年赚7万美元，却能存下15000美元。时间长了，老师的财富增速可能会超过那位医生。这就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行为，不是收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陷阱，看起来有钱和真的有钱完全是两码事。社交媒体其实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展示一个光鲜亮丽的生活，豪车、名牌服饰、高级餐厅、各种精致的照片等等。很多人其实都是用负债去堆砌这一切的，只是为了让人以为自己过得很好。但事实往往是，那些最爱在网上炫耀财富的人，很多其实并不富有，只是背着一身昂贵的负债。
与此同时，很多真正的有钱人开的是普通车，住的是看上去还行但不夸张的房子，花的钱也远远低于他们赚的钱。他们知道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你越少刻意展示你的财富，你的财富往往增长得越快。我们来用一个例子具体看一下，想象两个人 Monica 和 Mike。Monica 每年收入12万美元，她贷款买了一辆7万美元的 SUV， 住在一栋房贷压力很大的大房子里面，每年出国旅游2次，还都是高消费旅行，大部分是刷卡贷款。纸面上看她很有钱，但她的净资产增长得极其缓慢，各种开销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被各种开支吃光了。 Mike 也是每年赚12万美元，但他开的是一辆二手车，住的是普通可负担的房子，每年拿出3万美元去投资。15年后 Monica 仍然在为账单焦虑，仍然离不开这份工作，仍然活得很累。而 Mike 他的投资在15年里边通过复利增长成了几百万，他已经拥有了极大的选择权和自由度。收入相同，行为不同，结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盯住净资产，而不是盯住看起来有多风光。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讲的那些财富阶层，搞清楚了你在哪一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用这个认知去规划你想去哪一个阶层。如果你现在在底层阶级 lower class， 你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搞什么复杂的投资组合，而是先建立基本的稳定性，比如建立应急基金，避免和尽量清理高利率债务，想办法提高收入，比如提升技能、开展副业、职业转换等等。目标只有一个，先到一个你能喘得过气的状态。如果你在低端中产 lower middle class， 你的挑战是创造空间。你已经有了一些资产，但仍然很脆弱，这个阶段预算管理、储蓄、规律投资非常关键。你存下的每一美元都是向安全感迈进一步。如果你属于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 重点就是要从生存加基本稳定转移到如何让钱替你更好的工作，比如尽可能的用满退休账户的额度，长期持有指数基金，考虑配置一些房地产，建立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你的目标是从生活的还不错要升级到真正有安全网和选择权。如果你是上中产 upper middle class， 最大的危险就是躺平式的自满加不知不觉的生活方式膨胀。你现在已经过得很舒适了，但如果没有纪律，各种花费会一点点侵蚀掉你的优势。这个阶段重点在于策略，比如税务规划、更聪明的资产配置和投资，控制不必要的生活升级。你离真正意义上的富有并不远，前提是你要守得住，控制得住。如果你已经是在上层阶级 upper class， 你的难题不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如何守住、传承和稳健放大财富。比如如何在合理纳税的前提下做财富传承，如何投资既让钱能增长得不错，又不过度的冒险，如何避免做出一个毁掉多年积累的冲动的决定。你会发现，虽然每个层级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但底层的游戏规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核心就是花的少于你赚的，避开债务陷阱，持续投资，控制生活方式膨胀。只要这些原则坚持得足够久，你自然会沿着财富的阶梯往上走。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需要进入前1%才能感觉自己很富有吗？大多数人的直觉回答是要的，但真相是不一定。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要稳稳的能够进入到上中产，就是 upper middle class 这一档，就已经能够过一种高度自由的生活了。想象一下，房子已经还清了，没有什么坏债务，退休账户资金充足，投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被动收入。你可能不是亿万富翁，但你已经拥有了说不的权利和时间自由。到头来，真正的财富说白了就是2个字：自由。还有一点值得你深思，净资产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你过去所有选择的一面镜子。你做过的每一次消费决定，每一笔存下来的钱，每一次投资或错过投资，加起来就构成了你今天的这个数字。这也意味着你未来的净资产完全取决于你从现在开始起的选择。如果你在想我现在会不会已经太晚了，答案是不会。有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让时间和复利替他们工作几十年，
也有人40、50岁才突然醒悟，通过强力压缩支出和高比例的储蓄，在10几年的时间里边也完成了巨大的跃迁。财富积累的关键并不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而是你到底有没有开始。我们来把今天讲的东西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一起走过了不同的财富阶层，看到各自的处境，也聊了很多常见的陷阱，比如生活方式膨胀、炫耀式消费，还谈到地理位置、对比的心态，以及如何改变我们对金钱的主观感受。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自己会怎么选择呢？也许你听完后会松一口气，原来我过得比以为的好，也有可能你有点震惊，原来我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安全。但无论是哪一种，有一个核心事实不会变，这些阶层不是牢笼，而是瞬时的快照。你今天在哪一格，并不决定你明天会去哪里。你今天是贫穷，未来是可以往上爬的；你今天是中产，完全可以继续往上走；你今天是富有，如果做事鲁莽，也可能一切归零。钱是流动的，你越早停止盯着别人，越早开始认真的积累自己的净资产，你就越早会看到真正的进步。所以当我们问到底多少净资产算穷、算中产或者算富有，从数字上讲，答案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更深层的答案是，贫穷是当你完全没有安全网的时候，中产是你有稳定的生活，但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的时候，富有是当你的钱比你本人工作的还辛苦的时候，在这之上是影响力，是机会，是你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还能改变别人的人生。到头来，你不需要去追逐别人定义的富有，你可以自己来定义。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银行里有几百万；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一套还清贷款的房子，加上充足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真正重要的不是标签，而是这份状态能给你带来多少的自由度。因为没有自由感的财富，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财富。所以下次当你再问自己，我到底是穷人、中产还是富人，请记住这一点，你的净资产只是一个数字，但你如何使用它，才决定了你人生质量的一切。而那个决定，无论是选择成长、选择储蓄、选择投资，还是选择避开那些看似光鲜的陷阱，永远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别忘了订阅、点赞以及留言，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